闺蜜结婚了，对象是我的前男友。婚礼音乐响起，伴随着一道系统提示音：恭喜你进入植物大战僵尸求生游戏。悬疑小说千千万，三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大厅内响着婚礼进行曲的伴奏，我跟新郎朋友坐一桌，可准确来说，我们不是朋友。新郎是我的前任，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。2天前，我收到了他的结婚请帖，本来我是不打算来的，可是新娘名字的那一栏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韩星星。她是我儿时的玩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此刻，她穿着纯白的婚纱，被一个中年男人挽着走向新郎，笑靥如花，我却觉得有点心酸。儿时，她曾一脸羞涩地跟我说，以后一定要嫁给楚明。可如今，楚明已经不在了。我正欲起身去洗手间，播放着新人甜蜜照片的大屏幕突然被切掉了。雪白的大屏幕播放起了一通游戏规则：别让僵尸吃掉你的脑子。1. 游戏分为僵尸和植物2个阵容，人数对半。2. 僵尸一局有1次投票权，编辑短信发送人名至8个4，可以淘汰1名植物。新郎和新娘只距离1米远，却都愣在了原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事先没说有这一出啊！新郎江燕朝司仪大喊：“我们没准备这个游戏啊！”司仪一脸的纳闷，跟同伴匆匆飞奔向后台，可 PPT 还在播放。3. 共有4局投票机会，每局投票倒计时1小时。当植物淘汰至0人，阵容会进行重置。出局意味着被僵尸吃掉脑子，末尾配上植物被吃掉脑子的动图，以及一段鲜红的警示语：破坏游戏规则者一律被判定为出局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搞什么？婚礼搞这种垃圾游戏也太不吉利了，老子不玩了，走了。一个中年男人说着就站了起来。咔，大屏幕被关了，男人拉门把的手也顿住了。凭空出现了一个铁桶僵尸，他张着豁牙的大嘴，一口将男人生吞入肚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咯吱咯吱，伴随着一阵咀嚼音，僵尸消失在了大厅。啊，死人了！新娘爆发出一声尖叫，两眼一翻，晕倒在了新郎的怀里。婚礼进行曲还在继续，刚被关掉的大屏幕又亮了起来。接下来游戏正式开始，注意，每个人的身份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，请保护好自己的隐私。接下来大屏幕开始倒计时，投票开始，大家不约而同收到了短信。我飞快扫了一眼，将手机牢牢捏在掌心。我的内容似乎有点不一样。尊敬的玩家，你的身份是植物，系统给予您以下提示： 1. 多出来一个转换者，能让僵尸和植物身份对调。 2. 出局意味着被僵尸吃掉脑子。 3. 最后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。祝您游戏愉快。我不确定给的提示是不是每个人都收到了，唯独确定的是，从这一刻起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敌人。大厅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，这下没人再敢拉开那扇门。我观察着周围每一个人的表情。江燕搀扶着韩星星坐到了隔壁，两人低声细语说着什么。过了一会，韩星星站起身，与我视线相对的时候，微微愣了一下。陈念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我尴尬的笑了笑，好久不见。韩星星双眼微红，点头，确实好久不见，10年了。我去上个洗手间，我们待会聊。我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没去在意身后探究的视线。如果不是为了星星，我不会来这里。10年前，江燕约楚明去潜水，可3个人去，最后楚明是被救护车拖回来的。楚明因为溺水造成了脑损伤，成了植物人，整整躺了9年。去年我在国外收到了他醒来的短信，本来想赶回来见他，可不过2天我就收到了他肺衰竭去世的消息。楚明住院的时候，一直都是韩星星陪在身边，本以为2人能因此走到一起。啊！救命！厕所的一声尖叫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意识到这熟悉的声音是韩星星发出来的。我比江燕还快一步，冲进了女厕所。接着我愣住了，所有的隔间门都大开着，厕所里空无一人。星星！江燕一个箭步冲进来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接着慌张道：“星星呢？刚刚我明明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了。”我咬了咬唇，说出了一个我极度不愿承认的假设：星星他可能被人投了，就像之前被吃的那个人，凭空消失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越来越多的人赶来厕所，江燕痛苦地捂住脸：“星星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厕所的，是我的责任。”周围的人纷纷安慰他：“也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新娘运气不好，怎么就是植物呢？命该如此。哎，好好的婚礼可惜了，是新娘没有这个命进江家。”我的表情冷了下来。从收到短信到新娘死亡，只有2个人和新娘说过话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江燕。很快大屏幕上数字发生了变化，死亡1人，剩余100人。我沉默着坐回原位。江燕在隔壁，她表现得像是一个失去未婚妻的悲痛丈夫，可我知道她不是。我们大学在一起3年，我太了解她了。表面上她是多金受欢迎的富二代，可实际上她冷漠偏执，自私到了极点。为了能活下去，她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把亮度调到最暗，飞快瞥了一眼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上面写着并不存在转换者，如果植物被僵尸发现并举报，身份会对调，但是每个人只能对调1次。这不是游戏发布者给我发来的短信，内容简短而清晰。我环顾四周，江燕还在跟亲友攀谈，低头玩手机的不在少数。会是谁给我发的短信？他又是怎么知道游戏的新规则？还是说这只是某个人的恶作剧？余光扫到同桌长卷发、穿着鹅黄色连衣裙的女人，我愣了一下。
并不是被他的外貌吸引，而是他脸上的神情。他双手撑着下巴，痴迷地盯着江燕所在的方向。当目光掠过江燕身旁的空位时，满脸的得意和恶毒。难道说他才是投了星星的那个人？他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警觉地转过头，四目相对。他嘴角机不可绝地扬了扬，3分讥讽，7分不屑。陈念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漂亮，只可惜今天的新娘不是你。我只是轻瞥他一眼。白菲菲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个恋爱脑，吃着碗里调着锅里，还总喜欢捡别人剩下的。10年前我是 A 大校花，白菲菲不过是个自封的班花，凭着那点玩弄男人的小招数，把班里男生耍得团团转。可唯独江燕不吃他这一招。彼时江燕在猛烈追求我，他不甘心，主动向江燕表白被拒，为此他没少在背后骂我。只是他的女生缘实在太差，班里的男生又不全是傻子，那些话在第一时间就传进我的耳朵里。我这人懒得与小人计较，就把事丢给江燕处理。不过1周，此人就被学校开除，就是这个契机，我才和江燕走到了一起。没想到他会在受邀列表，想来江燕一定是非常记恨，竟把这个女人弄来恶心我。白菲菲涨红了脸，陈念，你别太得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等我开口，他飞快低下头，我看到他指尖飞快敲动。不过1分钟，我手机响了，低头查看，是一条新的游戏短信：恭喜玩家从植物转换为僵尸，剩余次数为0，以下关卡不可再转换。我勾了勾唇，看来陌生短信的内容是真的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白菲菲蹭的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察觉到我向他投去玩味的视线，他脸色由白转青。陈念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这个短信是你发的？你在整我是不是？我好好的一个僵尸，怎么可能转眼变成植物？游戏规则上可没这么说。同桌的人纷纷看向他，我好心的提醒，白菲菲，你看清楚号码再说话，还有你最好声音再大点，让整个宴会厅的人都听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白菲菲显然已经六神无主，交换次数只有1次，她的植物身份已成定局，植物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淘汰。菲菲，你怎么了？邻座的男生关切地向他询问。我听不清两人具体说了什么，只听得到白菲菲的抽泣声，夹杂着我的名字。可我不同情他，如果不是有隐藏规则，当场会死的人是我，他至少还能再蹦跶一会。我并没有出卖他，告诉别人他是植物，是他自己大嘴巴说的，那就怨不得我。陈念，你和菲菲吵架了？怎么动静闹得这么大？江燕听到动静，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正欲搭话，一双手搭上了江燕的肩。兄弟，借个地方说句话。江燕的脸色当场就冷了半截。赵阳，你又找我借钱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上次是最后一次。我记得这个纹着大花臂的男人，他是江燕的铁哥们，当年楚明的落水案，在场的就是他们3个人。当时赵阳和江燕一致的证词，说是楚明自己潜水脚抽筋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可是事实究竟如何，只有他们心底最清楚。赵阳露出痞笑，视线朝我看了一眼，凑近了江燕的耳朵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江燕气急败坏，这次又是多少钱？我跟你说了，这个数。赵阳竖起3根手指，江燕低头一阵操作，赵阳手机传来了转账的声音，您的支付宝到账30万元。我冷笑，不愧是富二代，出手可真是阔绰。我们在一起的那2年，他送过我最贵重的礼物，也不过是一瓶价值几百的香水。那时我年轻懵懂，觉得爱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关心，物质并不重要。何况以我的家境也不缺这些东西。可一个男人家里资产上亿，都不肯为你花这点小钱，他的爱又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江燕没再来找我，神色阴沉地回到原位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赵阳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就坐在我的对桌，表情尽收眼底，诧异、欣喜，接着是得意。他冲江燕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挑衅一笑，而江燕那边面如死灰。我瞬间就反应过来了，江燕把赵阳投了，可是因为转换机制，赵阳非但没死，还顶替了江燕僵尸的身份。看来这2人不见得感情多深厚，只是以江燕的性格，怎么会任人拿捏？难道说他有什么把柄在赵阳手里？脑中灵光一闪，10年前的落水案之前，赵阳和江燕只是普通舍友，甚至江燕是非常瞧不上赵阳的，嫌弃他是农村的，活脱脱的一个社会青年。由此可见，当年的落水案一定有蹊跷。而此时1个小时到了，计时器归0，广播响起了一个机械的男声，哈哈哈，跟大家小小的开了个玩笑，此局除了第1个被投的会被淘汰，其他人被投只会对调身份，且机会只有这一次。与此同时，大屏幕上缓缓出现新的规则，接下来游戏才算正式开始。此轮采取的是实名制投票，投票箱就在舞台上，每个人可投1次票。全场哗然。刚才我收到了转换的短信，还以为是恶作剧，他妈的是谁投的老子？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是僵尸，刚刚谁投的我就送他去喂僵尸。上一轮被投票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舞台，很快排起了一条长龙。有的人还没反应就被僵尸一口吞噬，当然有人试图阻止投票的人，甚至动了杀心，试图拿起身边的刀叉攻击对方，可是眨眼的功夫，此人就被吃掉了。啪嗒，刀叉掉落在地面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广播再次响起，警告：游戏系统保障每个人的人身安全，只有系统才能裁决人的生死，任何攻击行为都被视为违规处理。
早死晚死，还不都是死？违规就违规，让老子早死早超生吧！有人横冲直撞，持刀奔向投自己的人，凄惨的尖叫声此起彼伏。谁也没想到被投的人里会有江燕的亲妈。彼时江燕带我回去见过一次她的父母，他们对我的家世、外貌都很满意。此刻，江燕妈妈穿着一身贵妇装，颤抖着手指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：“二弟，你站上去做什么？还不赶紧下来，别在那丢人现眼！我在国外听说了不少江家的八卦。江家老太爷前年去世，江家大房也就是江燕的父母，为了争夺家产，害得老二媳妇被逼跳楼，老三离家出走。都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，江燕凉薄自私的性子，像透了他的父母。钱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死当然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。”男人目光一狠，纸条塞进投票箱的同时，响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空气里传来一股刺鼻的尿骚味。江燕爸爸跌坐在老婆消失的位置，身下一滩可疑的黄色液体。妈！江燕颤颤巍巍站起来，看向的却是队伍末尾，赵阳就站在那里，冷冷地冲着江燕笑：“赵阳，你在做什么？当然是做你对我做过的。”江燕，你二叔说的对，反正最后活下来的只能有一个，横竖都是死，干嘛不送你先去死？江燕气炸了，不复平时的温润斯文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玩意，这几年我借了你少说有几百万赌钱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赵阳不怒反笑，你给我钱只是为了堵住我的嘴，为了埋藏一个10年前的秘密。江燕，你做了那么多肮脏事，真能摘得比我干净？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站起来看向赵阳，你什么意思？赵阳指着江燕的鼻子，笑得有些疯狂。陈念，当年楚明溺水可不是什么意外，就是这个男人在楚明的潜水设备里动了手脚，本来人立马就上来，不至于变成植物人的，是他拦着我，不让我救人，是江燕害死了楚明，而我是间接的凶手。如今星星也被害死了，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你们不要听这个疯子胡说，他就是个赌鬼，算不得数。江燕试图辩解，可我已经听不进去，我想不通江燕为什么要害楚明。在没发生意外之前，我们的感情一直不错。这个时候，我想到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韩星星，在这个案子里，他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江燕死了是他罪有应得，可我不能做一个糊涂鬼。我张了张口，就在这时，响起了游戏播报声。第2局倒计时结束，第3轮是组合赛，剩下的人被随机分配，每桌进行组内投票，不论是植物还是僵尸，每个人都有一次投票权，被投票数最多的人出局。江燕刚松下来的一口气又提了上来，因为我和白菲菲、江燕和赵阳4人刚好被分到了一组。赵阳一屁股坐了下来。江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刚刚都听到了，投票吧。可是几人面面相觑，大家都是校友，实在是不敢相信江燕是那种阴狠的小人。白菲菲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江燕不可能是那样的人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编的，故意嫁祸给他？我扑哧笑了，那江校草可真是大善人，帮着欺瞒警方不说，还救济一个赌鬼赌钱，怎么不去做慈善呢？说完转头看向白菲菲，既然你这么不想他死，你就代替他去死怎么样？每一桌必须投掉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是江燕，也可以是其他人。江燕发话了，今天我要是不能活着从这出去，你们死了，家里人也别想好好活。江燕，白菲菲脸色一白，却见江燕带头写下了他的名字。江燕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亏菲菲一直喜欢你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。先前和白菲菲说话的男生冲上前，青筋暴起，白菲菲当即眼泪汪汪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江燕只是一时的气话，他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就要说，那男生还想说什么？江燕嗤笑一声，你爸爸去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现在还在住院，如果我能活着出去，他的手术费我通通包了。男生沉默着退了回去，所有人心照不宣，写下了白菲菲的名字。白菲菲直至消失的那一刻，还在声嘶力竭地大喊，江燕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你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眼泪吗？江燕，你没有心。江燕露出愧疚的神色，菲菲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是啊，他只是自私的为了活下去。我忽然抬眼，正对上他的视线。你把星星投出去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我投的星星，我和星星感情那么好，我怎么忍心害他？江燕条件反射的辩解。赵阳笑了，江燕，这种话你也就拿来骗骗外人。当年要不是你对韩星星意图不轨，被楚明抓包，你怎么会想报复楚明？我大脑轰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我从未想过江燕会有这种龌龊的想法。大学时期，我确实把星星介绍给了江燕，作为最好的朋友，没想到因此害了星星。江燕一听，厉声质问，赵阳，你怎么能贼喊抓贼？明明是你害了楚明，现在不但想嫁祸给我，还想诬陷我，是你对星星图谋不轨，还一直拿亲密照片威胁星星。我是看不下去才替星星给的钱，也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走到的一起，要不然星星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如果我想害死楚明，后来为什么还要给他提供医药费？一连串反问，将众人的矛头再指向赵阳。你不会是在说谎吧？要我说，我们江少怎么会是那种人？倒是你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江燕，你少血口喷人。赵阳脸色铁青，瞪向江燕，而后求助地看向我。我摇了摇头。
头，不管江燕说的是真是假，大家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听到的，眼下没人会选择得罪他，大家听我说，别听他的，他才是在说谎。我有。赵阳还想说什么，却见众人动作一致，低下分笔疾书。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却也无能为力。江燕，就算做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伴随着他最后的声嘶力竭，空气恢复了静默，同时我手机哔的响了一声，我低头查看，手机里一串陌生的号码，给我发了一个录音文件。我默默取出耳机，戴上了耳塞。赵阳视角，我是一个赌鬼，而有一个人刚好可以满足我，他叫江燕，家里资产上亿的公子哥，要钱有钱，妖言有颜，出手阔绰，和他在一起总是倍儿有面子。最近他在展开猛烈攻势，追求校花陈念，全校上下皆知，就差一点就要追到手。他却跟我抱怨，陈念总是端着，也不让我碰，倒是他那个好姐妹韩星星看着不错，我知道他私底下是这个德行，倒也不意外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他气急败坏的在宿舍大骂楚明这个王八蛋，就会坏我的好事，我非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我一追问才知道，江燕仗着韩星星是孤儿无依无靠，想要占他便宜，不料被楚明抓包，当场闹得很难堪。我出起了馊主意，要不我们把楚明约去潜水，在他潜水装备上动点手脚。这主意不错，我只是纯粹想恶作剧。可到了那天，江燕却动了杀心，水面泛起了气泡，眼看着楚明一点点沉了下去，江燕还阻止我救人的动作，不用救他，让他沉下去好了。江燕，你疯了！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江燕更不是个东西，救什么救？让他死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说是一场意外，警察还能抓我们去坐牢不成？江燕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我咬了咬牙，还是一头跳进水里，把楚明扛了上来。救护车是我打的，口供也是我提供的。从此，我抓住了江燕的把柄，用要挟得来的钱，日复一日的吃喝嫖赌。10年来，我过得纸醉金迷，却没想到有这么一天，僵尸朝我张开血盆大口，我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。赵阳提供的聊天语音里，江燕的语气轻蔑：“你说韩星星那个女人，她也不过如此。10年前一副清纯小白花的样子，现在还不是为了钱让我睡？她不是喜欢楚明，喜欢到守在他病床前10年吗？我倒要看看她还有什么脸去见心爱的男人。赵阳，那个女人居然怀孕了，她还拿孩子来要挟我付医药费，她真是疯了。医院内线刚给我发来消息，楚明他肺衰竭死了，哈哈哈，真是活该。我倒要看看韩星星怎么拿着卖身换来的钱去给楚明办后事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耳朵嗡嗡的，就连播报的声音都听不到了。其实我早该意识到的，在座的宾客很少，婚礼办得很低调，一切的一切早在一开始就有迹象。最后一轮采用对抗赛，各自组队，而名声消失，取而代之是游戏的播报，还有江燕的声音。大家相信我，只要跟我组队，一定能活下来。被他聚拢过来的多是南方的亲朋好友，唯独有一拨人坐在原位不动，他们是新娘的朋友，寥寥无几，只有2桌，10多个人。我走了过去，我不能保证大家都能活下来，但我们一定会赢。现在可以肯定，星星的死绝不会是意外，所以我必须活着出去，把这段录音公布于众。江燕一家都是凶手，即便他们都死了，也别想逃脱舆论的制裁，一个都别想。这次不再是投票，随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开始，我们每个人都被传送进了游戏世界。江燕一方是僵尸，不等我们反应，便向我们发起了进攻。快保护好陈念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坚果墙齐齐绽开，将我护在了身后，而我变成了一颗向日葵，我产生的太阳变成了豌豆射手的子弹，突破他们的坚果墙，我们就能赢。江燕发起了号令，哒哒哒，咯吱咯吱，僵尸向我们发起了猛烈进攻。一排坚果墙很快被啃完，面前只余下一排豌豆射手，可僵尸还在逼近。江燕父子俩就站在僵尸末尾，此刻四目相对，火药味十足。陈念，是你非要跟我作对的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江燕，就算我不跟你作对，你就会放过我吗？眼看前排僵尸离豌豆射手还差1米远，我急中生智大喊，大家都站在第2排，集中攻击敌方中心位。我产出太阳的速度逐步变快，此时豌豆射手哒哒哒的向江燕投射子弹。江燕面前本就没剩几个僵尸，眼见子弹就要落在他的身上，比赛中一旦受到致命伤害就会死。江燕脸色大变，几乎是条件反射，拉过江福挡在了面前。江燕，你这个逆子，我是你亲爹，你居然推我挡子弹，爸你放心好了，等我活着出去，一定给你买最好的墓地，让你风光大葬。你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不该帮你擦屁股，让你做出那么多龌龊的勾当。陈念，是我对不起韩星星，这个人面兽心的孽子，玷污了星星不说，还想强逼他打掉孩子。星星是个好孩子，他只是想要救楚明，而害了楚明的人就是这个孽子，是我们家欠了星星的。不只是星星，还有许多无辜的少女。哒哒哒，子弹还在发射，江府的声音变得嘶哑，最终倒在了地上。老不死的，死都死了还说这些做什么？江燕一脚将他的尸体踢开，又拽了一个僵尸挡在身前。江燕，你就是个恶魔！我露出讽刺的笑。10年前我究竟是怎么看上的这个男人？如果我没和他在一起，星星和
楚明都不会死，一个又一个的僵尸倒下了，眼前的豌豆射手也越来越少。我和江燕之间只隔了一棵植物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陈念，既然你知道了我这么多秘密，今天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。江燕势在必得的神情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豌豆射手的子弹突然变得密集起来，是我加速了太阳的产出。在江燕啃上我叶子的一瞬间，他的脑袋已经和身体分家。游戏结束了，我被传送回到了大厅，倒计时页面已经停住，我孤零零地站在大厅中央。突然滴的一声，我手机响了起来，手机上是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，正是给我发送游戏新规则的那个号码。来一下后台休息室，打开休息室的门，我惊讶地瞪大了眼。恭喜你，玩家陈念，这场游戏你胜出了。眼前的女孩穿着纯白的婚纱，端坐在那里，显得异常平静。我抑制不住颤抖的声线，星星，你还活着？可是大屏幕上显示的玩家数为1，我不是玩家，我是审判者。江燕伤害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无数无辜的少女。念念姐，你刚刚的队友都是受害者的家人或是朋友，大多数的受害者常年受到江家人的威胁，被抑郁折磨，选择了结束生命。他们都想让江燕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大家聚集起来，为的就是审判江燕这个罪人。原来压根不存在什么转换者。韩星星娓娓道来，我这才拼凑出他和江燕结婚的来龙去脉。10年前一次聚餐，江燕欲图在韩星星的饮料中下药，不料被同行的楚明发现并拆穿。江燕心生报复，把楚明约去海边潜水，却在他的装备中动了手脚，害得楚明成了植物人。1年前楚明苏醒，韩星星前来找江燕对峙，问江燕要医药费。江燕借着醉酒强暴了韩星星，大言不惭地表示楚明的死是他活该。韩星星因此怀孕，江家人本想用医药费来交换让韩星星打掉孩子，可是就在这时楚明突发肺衰竭死了。我身为审判者，没法亲手杀了江燕，为楚明报仇，但是念念姐你可以。原来这场婚礼从头到尾都是韩星星策划的复仇游戏，可我不怪韩星星，唯独有一点我弄不明白，我出国的这些年一直有给楚明寄钱，怎么会付不起医药费？韩星星一怔，随即笑了，因为这些钱都被江燕动了手脚，没进到楚明的账户，他要的就是我服软。我还想问什么，门外响起了警车的声音，原本打不开的大门被人轻松从外面推开，一群警察走进来将我们带走。是谁报的警？警察局内，我和韩星星被一起关在审讯室。是我。韩星星一脸受到惊吓的神情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在上厕所途中被人迷晕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见了，我这才报的警。婚礼现场的监控存档都没了，警察只好盘问了我，可我们一致保持沉默。大屏幕上的游戏软件早就不翼而飞，不论警察如何聪明，都想不通，好好的一个婚礼怎么就剩下了2个活人，其他人都凭空消失。从始至终，韩星星只是微笑不说话，我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今天经历的这5个小时，就像是做了一场梦，明明是一场屠杀，可现场没有血，没有尸体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走出警局，我和韩星星对视一眼，彼此都没有说话。第2天，有人在网上匿名发布了一段录音，警方围绕录音里的情况进行核实，查出了江家一家的罪行，顺带揪出了不少共犯。韩星星视角，走出警局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想起了那一晚，我刚打掉江燕的孩子，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，韩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楚先生刚刚肺衰竭去世了，还请您节哀。可笑的是，手机正好收到了100万到账的通知，这是我拿孩子的命换来的给楚明续命的钱。可是如今楚明都死了，这个钱对我又有什么用？我浑浑噩噩地走在街头，看着天桥的扶手，忍不住有想要跳下去的冲动。就在这时，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恭喜您绑定游戏制裁系统，您可以作为审判者挑选罪人进行一场审判。罪人，我立马就想到了江燕，她是万恶的起源，她必须受到惩罚。此时手里的100万忽然不再变得沉甸甸，我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